我要是当了皇帝，一定要把早朝改成午朝。困死了。臣觉得此事可行。工程实施后，整个南边都会减少水患。臣以为不行，这等工程劳民伤财，南七县的百姓本就遭灾，商铺损毁。钱大人这话说的就错了。你这样说，不行，这样。别吵了！小祖宗啊，咱家的小祖宗，这可怎么是好？这不得让那帮人给生吞活剥了。陛下，小主公今日所为，有损我大禹颜面。臣以为小公主不宜继续上。吵什么吵？有功夫在这里说我的事情，不如说说水利工程的事情。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，看清楚这里的地势。顺势而为这4个字不是不知道，以此修建大禹渠完全可行，且完工之后，整条河道舒展连接几个省，这条渠附近的百姓就可以连接在一起。如此一来，断续的水道连通，有利于经济发展。可小殿下，这种工程劳民伤财，是不是？南七县如今刚刚遭灾，正不知如何解决，这不就是个好机会吗？以工代赈，不比发粮发钱来得快。此河渠修成，未来可连通南北。大禹地势本来就是南偏高，北偏低，可利用此水渠施行南水北调，北方缺水之势也可以缓解。这确实可行。小崽子真是困恼了呀，都给他气笑了。得亏是个有脑子的，要是没有脑子，那今儿可真是捅破了天。哎呀，不过也不怕，有他在，那天塌下来能咋地？都死不了。诸位爱卿还觉得哪里不行啊？让小公主同你们讲一讲。众人闭嘴了，这脸山肿了，还有话说呢？你说这3岁的娃娃哪来这种才能啊？而且看皇帝那表情，也是不知道的。好了，没有人吵了，没脸吵了。李青烟蹦蹦跳跳到了雾爱院。邵先生，今日朝堂之事，可让您有所改变？小殿下聪颖非常，当您的老师是我的荣幸。可君子之道，讲究的就是不违背本心。先生和我都是一样固执的人，今日给先生介绍一个人，先生一定会喜欢他的。说曹操到，陶建南被人领着到了学堂内。见过小殿下，邵大人。今日考一下陶先生，一边下棋一边给我讲述如何？请讲。前几日我看了长短经，陶先生给我讲一讲任长篇如何？这盘棋下得很慢，邵雨镇也没有手下留情，相当于陶建南一个人对付2个人。半个时辰后，何其如此状元之才，陶兄怎么不参加春闱？9年前参加过，落选了。去年的春闱家中出事，便没有赶得及。陶先生，劳烦你默写一下当年的文章。好。陶建南不过写到第100多字的时候，李青烟脸色顿时大变。一直到陶建南写完，李青烟拿起这文章是看了又看，快速收起来递给翠竹和翠萍。2位先生，我有点饿了。陶建南和邵玉镇离开，李青烟的脸顿时冷下来，拿出手里的玉牌，这是李眼昨儿给他的，见此玉牌如见皇帝亲临。翠萍，拿着玉牌带着羽林卫去文书院，把这9年的前10的文章都给我调过来。是，主子。陛下，羽林卫被小殿下调走20人。小崽子这是发现了什么呀？李眼抬腿就往那雾爱院去，不过陛下你们也敢阻拦？陛下恕罪，是小殿下说这件事牵扯太广，除去现有的人手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这小崽子装神弄鬼，既然不让人进，那朕就不进去了。
把这些东西送进去吧，让他记得吃晚膳。翠竹，把那个给我。一个字儿的对比。主子，文书院调出文章，由羽林卫运送。看来是有人发现什么了，有意思。当年找到的那封信也该送出去了。是，主子。这天总归是要乱点好，乱一点才能更好。京城内因为周家和巡王府出事儿，那是人心惶惶啊。王陵守卫们也听说了，周家和巡王府都被查抄干净。听说皇上下令两家鸡犬不留。那他们李家的男人当真是心狠，哀家为他养育了6个儿女，却被如此抛弃。都滚出去！怎么了？有人送了这封信过来。白鹤恭敬的双手奉上信封。白鹤从南七县逃跑之后，就躲在太后的身边。这是先太子的东西，是他儿子的物件。母亲，儿子不孝，若先行一步，望母亲保重身体。二弟与儿臣争斗多年，输赢皆有定数，母亲勿放在心上。只求一点，太子妃年少，不知人间疾苦，亦不知儿臣所为，只求母亲护他和聪儿平安。儿臣已准备好休书，求母亲帮儿臣护他们性命。儿臣立诚拜别。一封信时隔多年才到了太后的手里，可太子妃早就自尽殉情，李聪也消失不见，他儿子让他帮忙的一切他都没有做到。为何让哀家如今才看到这封信？为何？太后娘娘保重身体。保重身体，保重身体。哀家这一生真是悲哀呀，儿子女儿都死绝了，可凭什么杀了他们的人就可以活得那么安逸？凭什么？白鹤，我们的人也该动一动了。是。人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小殿下说今日就不回勤政殿。来福眉头一跳，只说燕旭在雾爱院守着。他都能去，凭什么朕就不能进？朕看这小崽子就是皮痒了。小殿下派人回来传话，只说那边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，明日也就差不多可以出来。您倒是耐心一些。这小殿下要是真不开心，御书房怕是又要遭殃啊！陛下，朕倒要看看，这小崽子又要弄出什么花招来。这时雾爱院亮起了灯，后宫对此事是议论纷纷。一个公主，难道想入主东宫不成？妹妹怕不是忘了，她可是第一位通过天择的公主。不对，应该说是通过天授，不知道比皇子们强了多少。怕不是陛下真要让她住进东宫吧？就连东宫的牌匾都给她拆了，换成了雾爱院，这是何等的殊荣啊！而且其他的皇子公主那都是放在东西12所里养，他们这些亲生母亲都不能养在身边，还要日日给皇后请安。可李青烟呢？皇帝带在身边自己养，如今就连教习都是自己选老师，和其他人更是分开，更别提给皇后请安这事儿。哦 no， 就没有这回事儿。皇后只怕到现在都没见过李青烟吧？皇后娘娘是不是还没见过那个小公主？诸位比我进宫早得多，都对那个小公主不熟悉，何况是本宫。皇后娘娘年纪尚小，
等以后有了孩子就知道，这李青烟有多不同了。今年宫里又多了几位皇子公主，这些份礼也就增添了一些。再过几个月，又都要送去东西12所，那边也就要提前准备准备。娘娘，您看看，段妃姐姐在宫里时间长，你办事我也放心。只是这里为何没有你们提的小公主？小公主的份礼可不和我们在一起，她的东西都是从陛下那里直接出来的。他们这些人都在强调李青烟受宠的程度，刘瑶倒是觉得奇怪了。后妃们说完话办完事儿走了，偌大的宫殿就只剩下皇后一个人。身旁的嬷嬷说，若是以后见到这个小公主，您还是能说就多说一些，免得这人恃宠而骄，往后你有了嫡子嫡女，反倒受他的气。嬷嬷可知道这小公主的母妃是谁？嬷嬷摇摇头，这满宫殿里没有人知道小公主的母妃是谁。或许这就是和她的母亲有关系，母亲不详，无法给封号。对比完最后一个字，李青烟的手都在发抖。又看看上头的名字，赵柯。翠竹，把东西收起来，收到你们身边。你和翠萍是李眼派来的，东西放到你们那里比我这里安全。完了完了，到底是暴露了，首领怕不是要把我弄回去回炉重造。是，小主子，属下定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东西。是，小主子。燕絮，你帮我查一个人，赵柯。我父皇登基前1年科考第7名。可这里……放心，这里这么多人不会出乱子的。李青烟坐在秋千上晃过来晃过去，晃过来晃过去，一脸的无聊。今日不必和李眼一起上朝，倒是有些无趣。你是哪个小公主？李青烟一抬眼，哟，新皇后刘瑶。李青烟是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，没想到她倒是不认识自己了。哎呀，正常，就见过一次。你小孩嘛，一天一个样，几日不见，连亲生爹妈都会恍惚，这谁呀？我叫李青烟。坐。多谢。你适应这里的生活吗？见刘瑶哭了，李青烟眉头皱皱，从怀里摸出一帕子。可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可告诉我，或者是父皇，他定然会为你讨回公的。我过得很好，至少比从前要好很多。小殿下，见过皇后娘娘。平身。见两人要说话，刘瑶识趣的离开，还说让李青烟有时间上他那玩。小主子，翠竹已经整理好。老登就是小气，公报私仇。翠竹，你可有兴趣当女官？小主子，真的可以吗？自然。等回去我和父皇说一说。我先睡一会儿，午后还很忙。神呢？主子，小主子在午睡，已经过了半个时辰。他匆匆忙忙要进去。都别进来！李青烟哇一声，他听到外头的动静，迷迷糊糊的醒过来，就觉得头也是晕的，身上也是烫的，胳膊上还出红点点。哎呦，这症状像水痘，更像天花，可了不得。小崽子，李眼，你不准进来！翠竹、翠萍，把他赶出院子，快！叫赵太医、柳大夫过来。还真是天花。飞茶，你说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会不会跟我一起埋了？宿主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救你，我会带劲魔法。他不会是阳了吧？行了行了，就你那点能量留着吧，我也歇一会儿。老登指定是八字克我。小崽子，主子，小主子已经说了不让您进去，连朕都敢拦着。主子三思。燕絮拿着调查的文书走了过来，
就听到里头吵着把火。臣参见陛下。延续，把李艳赶出去！延续，你敢？陛下，得罪了。直接上手，啪啪，封住李衍的几处大穴，人瞬间定住。延续，那延续去屁就跟听不见似的，把人扛着就放在了院子外的龙辇上。这几个祖宗又是怎么了？小殿下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许是天花，暂时别让李衍知道。延续，看住他。他很清楚，他现在这具身体才3岁，3岁的小孩得了天花，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九死无生啊！好，臣有时得过天花，可照顾小殿下。我出事，李衍会伤心一阵，那就只能你替他扛着。小殿下要保重自己。臣给小殿下做了木马，小殿下一定会喜欢的。好，我等着看。小殿下吩咐的，请2位带上。天花对吗？小殿下，您醒了。我们2个也是不够的。陶建南那小子小时候也得过天花，我叫他来一同照料您。小殿下别怕，我们会救您的。告诉我父皇，我说的无论好坏，照料我的人皆无罪。我才3岁，你们能不能救活，不就是靠天意吗？陛下不可以进去。那是朕的孩子，他如今病重，朕不去看谁去看？陛下，陛下别过去。陛下，小殿下在太医过来之前，为何不让您进去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起开！那是男的孩子，男怕什么？李衍出去，不准进来！小崽子，男是嫩爹。出去！你是我爹也不行。李衍，你要是进来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小崽子，你现在可好啊？你不闹我就很好。李衍放心，有人照顾我。赵太医、柳大夫还有陶先生都曾染过天花，他们照顾我就可以。微茶，我很累啊。陶建南这人来的可真是慢，我还没把他的事情告诉。说着说着，李青烟晕了过去。宿主，宿主！来人，去抓药，准备好烈酒。人如何了？陛下，小殿下昏了过去，高热起来，今晚是第1关。好，小殿下，快醒来，醒来了这一关也就过去了。刘瑶派了好几拨人去看。如何了？乌矮院那边还亮着灯，陛下还在院子里。听到人这样回禀，刘瑶手脚发凉。那孩子这么小，得了天花那是没有活路的。还有昨日他接触过李青烟，要是皇帝把这事怪到他头上，他怎么办？另一边的静妃和韩妃到底是不同。去年咱们几个孩子接连生病，陛下也只是看了一眼。姐姐走神，如今输了吧？爸，到底是我不如你。整座皇宫人心惶惶啊，最安静的就是蒹葭宫。娘娘，听说那位小公主还没有退烧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母亲不在，如今又遭此生死大祸。阿弥陀佛，雾霭院那边只怕是乱着，别让二皇子乱走。太上皇那边怕是也要知道此事，今日就别去请安了，免得惹太上皇烦心。哦，跟皇后告个假，就说我头风犯了，去不得。好了之后再和他告罪。是娘娘。胡闹，简直就是胡闹！领着人气势汹汹往那雾霭院走，连轿辇都不坐，用腿走，后头人都追不上。
李衍，你在胡闹什么？你如今是皇帝，后宫里面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吗？这病一旦扩散，其他孩子怎么办呢？朕没有太上皇那么泰然的心。您当年可以看着自己亲生骨肉互相算计，互相残杀，冷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，可朕看不得自己的孩子病死，朕会封锁院子，也会守在这里。朕的孩子绝对不会就那么轻易死了。太上皇请回吧。见李衍整理好衣服又要站在门外，太上皇走到他身后，举起手劈在他后脖梗那。李衍瞬间失去了意识。愣着干什么？把人带走！就在这个瞬间，咻咻咻，几声利刃破空的声音响起，一只飞镖冲着太上皇就飞了过来，瞬间划破他的脸颊。周遭侍卫集体拔剑。护驾！老头，你要是敢伤害我爹，咱们两个就同归于尽。哦，那朕要是伤他，你能怎么办？小东西，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半死不活。这狗东西比我家老邓还气人，还学道，这张嘴都能毒死整座皇城的人，狗东西。那你尽可能试一试，老头，到时候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想要朕的命，小东西，你活下来再说吧。哼！太上皇啪一甩袖子，令人离去，就只留下俩字儿：封院。小殿下，你这脾性怎么也要改一改呀？如今生着病还生气，如何能好得快？赵太医给我治病，你们都要好一阵不能回家。小殿下还是这么调皮，臣一定能治好您。小殿下躺一会儿，别怕，别怕。陶先生，小殿下，好好休息。我不太好了，你的事情我已经查出个头来，可惜没机会深入调查。还有一些东西，我找了燕将军调查，到时候你同燕将军说，他会呈报给父皇。抱歉，我帮不了你太多了。小殿下，咱们不说了，等您好了再说这些事情。曹民的事情不重要，求小殿下保重好自己。赵太医，刘大夫，快看看小殿下，快来看看小殿下。飞茶，我要死了，看来你要受惩罚，再重新选宿主了。我最后应该有挺多积分的吧？帮我换个东西，可以护着李衍。那个老邓可有不少人想要他的命，可惜没再看见一眼老邓。啊，宿主，杯水，宿主，宿主！哎呀，不带劲儿，不带劲儿，飞走了！不带劲儿，不带劲儿，飞走了！勤政殿内，李衍猛地睁眼。太上皇要反不成吗？你倒是养了一个小狼崽子。从今天起，这几个红甲卫会跟着你，直到你冷静下来。朕也不想管你的事情，可你是一国之主。李衍，清醒一点，你不能为了一个孩子不顾你的臣民。朕的好父亲呐，你当年怎么不这么想呢？怎么不这么劝说母后呢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往前走一步，身旁的红甲卫要拦住他。这时从天而降几个黑衣死士，和那些红甲卫对峙。爹，你可记得朱雀门事变发生的前2年出过什么事儿吗？只可惜
朕和燕婿前一晚落了水，一同生病，不得不留下2日再往回赶。咱们2人才得以活下来呀。爹不知道是谁做的吗？那封透露咱们的路程的劫杀信，可是周家传出来的。这背后没有母后的手笔吗？还是说爹你什么都不知道？那时候你手底下的眼线可是遍布京城啊！咱死里逃生回来的时候，你和母后的眼睛都在告诉咱，你们只有震惊，没有惊喜。爹呀，您真该死在朱雀门事变之中，朕后悔救了你呀！李衍呀，李衍，你以为你能坚持多久啊？到时候，等你的孩子们大了，他们也会如此。这个皇位，你以为不沾染鲜血就能登得上去吗？李衍，到时候你是向着哪一个呢？太上皇一边笑着一边向外走，可是你仔细看，能看出他脚步的踉跄。哼，他输了。杀人诛心，还有无数的真相等着诛杀你和太后呢。洪甲卫，红宇，去看看小殿下如何了。得了命令的红宇瞬间消失在寝殿。若是耽误了朕的事情，你们的脑袋也就别留着了。是，陛下。红甲卫们很有眼力见地退了出去。哼，一群哈巴狗，也该找个时间处理处理了。太上皇啊，只当个道士才能活，过于贪慕权势，会生不如死的。锁住，锁住！醒一醒，醒一醒！不带劲儿，不带劲儿，飞走了！一只蝴蝶顺着窗户的缝隙钻进来，飘飘然落在地上，几道白光亮起，蝴蝶化作人形。这小东西还真是多灾多难，死了你该兑现承诺了。救他！别忘了我答应你了，前提是啥？他可是要顺顺利利过完这一辈子，他可是还有几十年要活，几十年对你来说就是弹指一挥间。贫道只能护住他的心脉，让他暂时活着，渡过这个难关只能靠他自己。飞叉清楚地听到李青烟的心跳声，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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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，也不管青山道长啥时候走的，他化作一个小男孩的形象，落在李青烟脑子里的系统空间中。宿主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咱们不能输，也不会输了，绝对不会。赵太医和柳大夫都有所怀疑，这不像是自己染的病，都像是有人故意的。可是两个人只是大夫，也做不了别的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先治好他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是不行。唉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陶剑南，快来，快来！您叫学生有何事？拿东西砸开它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看看这个药方子。砸箱子就是为了藏在里头的药方。这也是我不愿意拿出这个药方的原因。为了一人，不知道要搭进去多少性命，是这个药方最毒的地方。现在也是没法子的法子。如今为了救人，却要害人了。罢了，罢了。最终这个药方还是由燕旭交到了李衍的手上。红羽准备东西，前往密善林。陛下不可离开皇宫。拦着朕？你以为自己有几条命？陛下不可出宫。陛下，这种人不必您亲自动手。洪甲卫冲撞陛下，当斩不赦。都出去！陛下，当年同您进出2次密善林的人是臣。
所以臣去也可行。您若是出事，小殿下纵使治好，也活不下去。陛下，那也是臣的孩子。若臣死，您便找更合适的人统领白虎大军。去看看他，然后再奏。臣此去，九死一生，唯愿陛下与小殿下日后平安喜乐。咚咚咚，连扣3声。燕将军，不可进来。我要去采药了，离开前看看小殿下。好小子，让他去吧。这世上除了陛下，最重视小殿下的就是燕将军，他是看着小殿下长大的。唉，九死一生的人，离开前见一面也好，说不定是最后一面。桃木驱邪，愿小殿下往后都平平安安。燕旭，你是不是小殿下别急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是不是要去采药？不准去！燕旭，你要白白送死吗？我可死，你不可。小殿下自小聪颖非常，臣是见识到的。臣有好多东西想交给小殿下，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。小殿下，臣有很多的书，你会感兴趣的。陛下孤苦，小殿下是唯一让他心里不那么苦的人。臣可死，小殿下不可。小殿下要平安无虞。燕旭领着一队人咯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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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开了。皇后娘娘，人已经带来了。刘瑶点点头，让他们将人带上来。小殿下的餐食可是你送的？是奴婢送的，但是奴婢没有伤害过小殿下，奴婢什么都没有做过，只是和往常一样去送糕点和餐食。要想证明你是清白的，总要有个证据或者证人，不是吗？是桃花，是他那日忽然很热心帮着奴婢准备东西，而且他宫外的弟弟欠了赌债，原本整日以泪洗面，就在前些日子他忽然有了银子，一定是他。糟了，如果真另有其人，那我岂不是打草惊蛇了？带人去把桃花带来，速度越快越好。嬷嬷们急忙出门，刘瑶眉头紧锁，隐隐约约觉得不安。小殿下身体情况有些奇怪。子昌，你干了什么？宿主冷静一点，这就是保住你的小命。保住我的命，让我维持在死不了还受病痛折磨的状态。你飞沙迅速按下脏话屏蔽功能，耳边一直哔哔哔哔哔哔哔。宿主，注意素质。素质你个头啊！非要去找那个药吗？你就不能治疗我？对不起，宿主，是我能力不够，没有办法对你进行治疗。我得劲儿魔法也不好使了，只能依靠这个时代的药物救你。就是不知道燕旭怎么样了，已经3天了。我乃羽林卫林毅，奉陛下之命寻药，快开长门，快！迅速开路，不可阻拦。药来了。是，就是这个。快，陶小子，放到药锅里。可是药好了，却灌不进去。小殿下，喝进去，喝进去，咱们就好了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！朕来。李眼光着脚提着剑进了屋子，身后跟着几个受了伤的红甲卫。见李青烟好多了，李眼腾出精神来问：林毅进来，他们呢？陛下，兄弟们都没了。燕将军他为了救臣，从林子处的一处山坡上滚了下去，如今生死未知。燕旭出事了吗？燕旭死了？赵征，过来看看。小殿下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
药效刚上来，你要是情绪不稳，会伤心脉的。冷静点儿，李青言，你冷静一点。燕旭没死，只是失踪了，朕马上派人去找，听到了吗？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吕水，带着人去找燕旭，连夜出城，快！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怎么就那么重视燕旭呢？小崽子，月儿明，风儿轻。温柔的歌声顺着窗户飘到外面，太上皇就站在院子里，也不知道看了多久，最终只在院子里留下一声叹息。李雅，我看到了燕旭，我看见他在山洞里，还看见你们站在勤政殿里被大火烧死。后面的那句话他没有再说出来。他身上都是伤，身下都是血。李雅，燕旭会不会死？不会的，他命大得很。将军府灯火通明，白虎军军医满手鲜血，眉头紧锁。大将军，忍着血。不行，这不行，还是止不住血。快送到宫内，让赵正那个老东西用药。血止不住了吗？那他的那2只兔子，以后是不是就没人照顾了？赵太医来给大将军诊治。主子，大将军性命危急，属下私用令牌闯宫，请主子治罪。让红雨带你去领房，20鞭。是，胆子真大。燕将军要是死了，我脑袋都得没，蠢货。再说李青烟用了药之后又睡了过去，迷迷糊糊，他觉得周围都是风。他慢慢睁开眼，吓死个人了！怎么就站在半空中了？这是哪儿？李青烟能看到脚下的山川湖泊，看到城池，却没有办法靠近。燕旭，燕旭！李青烟疯狂地向着那个方向跑，跑了几步之后，身边的场景骤然发生变化，他又站在了勤政殿的中央，满地都是尸体。来福公公，红雨。李衍，没有皇印的保护，神族今日就该覆灭。熟悉的声音穿透了李青烟的耳朵，他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，李衍和燕旭的身上都是伤，而那个要杀他们的人与燕旭长得一模一样，无数黑色的羽毛冲着李衍和燕旭飞过去。不要！还好只是一场梦。等会儿，我身边怎么还有人？哪个不长心的把我放到燕旭身边？我还没好利索，到时候燕旭生了病，再加上身上的伤，这不是要了命吗？一定是哪个想要叛国的狗东西把我放这里的，企图上大禹根基，真是找死！砍了，这得砍了！又骂朕呢？是朕把你放在他身边的。宝德，你就算是讨厌燕旭，也不能这样谋杀吧？小崽子，再骂朕一下，朕就把这武哀院给你拆了。李衍，你别忘了，你的书房我还没动手呢。得了，父女俩又对上了。这是谁惹到了小公主？见是他，李青烟微微蹙眉。这里有外男，对刘瑶不好。小公主放心，我身边几个嬷嬷都跟着，外面还有陛下的人。皇后娘娘可能忘记了，我们曾经见过。我偷来福公公去送的白玉如意，倒是让小公主看笑话了。那只是自保的手段。今日来找小公主，是因为你生病的事，是有人故意下毒。皇后娘娘好人做到底，帮我查了这件事如何？好，到底是陛下身边养大的孩子，真是不一样。这几日天气很不错，李青烟坐在树荫下的木马上摇晃着，燕旭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，一脸的温柔。这小木马还挺好玩的。宿主，你来灵魂都已经经历好几个世界，
算算也有好几百岁了，有点幼稚啊。哦，幼稚？你懂什么？这不叫幼稚，这叫放松。唉，可惜了，你没有实体，没办法玩。小殿下，不要总是年少老成的语气。小孩子呢，也不要总想太多了。很多事有陛下和臣。李青烟有时候觉得燕旭有点傻。李衍让他效忠于一个孩子啊，他就真的为了这孩子命都不要了。堂堂大将军，他怎么这么……哎呀！大将军别动手，是我爱姨。是那个险些把老娘从娘胎里打掉的狗东西。好啊，还敢出现！阿姨，是小主子，属下爱姨。我怎么惹到小主子了？李青烟挪过去，冲他招招手。暗一下意识弯腰，下一秒啪，脸上多了一个小爪印儿。李青烟脸上带着很刻意的微笑，那看得人心里都发怵啊。有蚊子！哎呦，小殿下这手劲儿真大，这是好啦。来福公公，有事吗？陛下要咱家带您过去。燕旭，你伴我去。好。来福，小主子也没见过我几次啊，怎么好像很讨厌我的样子？当年药谁抓的？哼，这能怪我吗？暗一抖了抖，哎呀，人们都说这孩子会有胎内记忆，他现在可是真信了。以后啊，还是少出现在小主子跟前儿哦。自求多福吧您呗，这手劲儿可真大呀。皇后宫内，臣参见陛下。皇后娘娘，你生病是由人害了，审一审也行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被带上来。段飞见到这人，瞪大了眼睛，捂着胸口不敢相信。刘妹妹，你们猜那是谁？那个刘才人，昨儿还见着他说了几句话呢，怎么今儿就成这鬼样子了？儿啊，不要怕啊，娘在呢，不要哭，娘亲在呢。不一会儿，又有几个宫女嬷嬷被押了上来。陛下，是才人派奴婢收买了桃花下药，都是才人让做的。奴婢只知道这件事，没有参与其中。是刘才人派人从外面拿来了天花病人吃过的糕点渣子，撒在小公主的饮食里。奴婢只是太信任桃花，才让她有机可乘。看着一个个人指责刘才人，李青烟只觉得好笑。刘才人的父亲是礼部尚书，母亲家中是皇商，还是太后的表亲。他是既不缺钱也不缺权，对他手下的工人在宫里那是出了名的好。如今呢，你再看看他们，一个个咬着刘才人的过错是不松口。李衍的后宫真是不消停。刘才人不为自己辩驳吗？残害皇嗣是死罪，还装。刘才人，你不看看你的指甲，哪一个疯子留着这么长的指甲还能完好无损？还挺聪明。你们这群狗奴才，我可曾亏待过你们？见他们都不说话，刘才人梗着脖子道：是我下的毒，为什么你就是不死？都是因为你，我的孩子才会死，就是因为你，所以我也要你死。爹，这个人我可以自己解决吗？你确定？这个人我当然要亲自收拾，总不能让人觉得我年纪小可以随意欺负。要是爹你哪天不在家，我被谁悄悄弄死了可就不好了。去吧。压住他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想要我的命，
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。匕首高高抬起，下一瞬，扎进刘才人的脖颈，鲜血如泉涌，喷溅到李青烟的脸上。众人看向他的眼神中充满着恐惧。我的天哪，天底下哪有一个3岁的孩子敢杀人的？就只有李衍，那笑得叫一个开心，还鼓掌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孩子，弄得挺脏，回去得好好洗洗啊。还有这群人，害人者杀。父女两人的脾气还是这么不好。剩下的人是被绞杀的，所有工人都要观看，以儆效尤。老娘非要拆了李衍的书房不可，把我扔进浴池洗了10次。狗皇帝死了！飞叉一边叹气，一边打开屏蔽按钮。哔哔哔哔哔哔哔！你的娘逼啊！脑子里装的都是祖宗18代！小殿下，已经好了。不敢相信，怎么会有这么难看的发型？抱歉，小殿下，臣不会编发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一个武将能梳头发都是为难他。的确是有点丑啊，和你很配。延续，带我去那边。这是太上皇执政期间最后一次科考的答卷，考生是第7名赵科。这是陶剑南默写出他当年科考时所写的文章。能将这种文章篡改，给旁人又压在第7名，你可知对方手眼通天呢？李衍，你可手眼通天？想做什么呀？爹，有事说事儿，别靠近朕。既然有徇私舞弊，自然要调查。能不能交给我呀，爹？哎呀，肉虫子就白学人家撒娇了，雇佣的让人想拍在桌子上了都。老登，老娘穿越过多少个世界都没撒过娇，给你面子你还不知道好歹，老娘早晚要把你这个前浪拍在海滩上。咦，俺了娘嘞！宿主，要不我给你找几个撒娇的视频，你学学。滚！中嘞！臣退了，臣这一退就是一辈子。哎呀，这么一个老梗啊，让李青烟嘴角直抽抽。爹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案子是我发现的，是不是应该由我来查？爹，您不会是怕了背后的人吧？延续，你没事吧？是臣失礼了。爹，我要去，我就要去。朕答应你，可是能不能进行下去，就要看你自己了。没问题。李青烟嘴角带着笑，却是不知他已落入那李衍的陷阱中了。小公主年岁尚小，这种事情不可交她来处理。此事事关太上皇，交给小公主太过草率。怎么不行了？修建大禹渠的方案都是小公主提出的，我看你就是老糊涂了。臣以为小公主可以胜任。你们工部哪里知道查案要做什么？小公主是聪颖非常，可纯为舞弊，哪里是这么简单的？李青烟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他就应该知道，这老登突然松口让他查案，他就是有诈。你看看，果然吧，刚上早朝就把这事儿说出去，就是想利用群臣之口阻止他查案。老登在这里算计我呢。诸位大人，不听听我讲吗？此案发生多年都无一人发现，我不查也可以，只是诸位，谁主动请缨来查？见无人站出来，李青烟冲着李衍挑挑眉。你的大臣都很废，这帮狗东西连个我家小崽子都比不过，一群废物。后宫虽然说不能干预前朝之事，但是谁家还没个耳朵？
李青烟着手调查舞弊案的事情，很快在后宫妃嫔间就传开了。陛下这是何意？难不成？陛下的心思哪里是你我可以揣测的？段妃倒是好心情，这个时候还要念着佛珠。你是不是都不记得上一次陛下看你儿子是什么时候啊？轻薄只喜书籍，如此就好，剩下一切只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哼，这么多年都没人知道小公主到底是谁生的，足以见得陛下对那人的重视程度。说不定后宫是这样，上书房呢？邵太傅看了一眼众人的功课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文章各有千秋，都符合老夫出的题。今日课业都是甲等，没有作业。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不要忘了，这种事情发生在皇家可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啊。都优秀，长大呢？那位子就一个，这太优秀的人聚在一起是会内斗的。老邓，小崽子，给朕跪下来！李野，你个不守信用的人，你居然算计我！今天我就要拆了这书房！小崽子，李野，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就把你的御书房全都拆了！小崽子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别想让旁人把我弄下去！这老邓真是太狗了，光明正大算计我！咦，老天爷，宿主啊，你这是被算计了才生气嘞，还是没有算计过他你才生气嘞？有区别吗？小祖宗，快些下来！这书架子没那么稳呐！这帮狗东西，也不知道把架子弄得更稳一些。这板子怎么还晃呢？就在这时，外头有一小太监匆匆的进来。太上皇身边的胡须公公来了，说是太上皇想要见小殿下。让他滚！可是老邓又想做什么？这回是冲着我来的，真是有点意思啊！别动手，不对，脚！皇祖父要见我，我去！老邓，老娘倒要看看你搞什么鬼！快去快回，一会儿还要用完膳呢。老邓妥协了，好哎！父皇，我先告退。你们去让2个太医在太上皇的殿外候着。是。看着李青烟欢快的背影，李眼都笑出声了。他那个父皇怕是要被气死，皇陵的位置早就准备好了，就是不知道太上皇什么时候死。还没到温眠殿，李青烟就迎面碰上大皇子。见过大皇兄。小皇妹瘦了不少啊，这次生病苦了你了。多谢大皇兄关怀，最近吃的挺多，皇祖父叫我还有事，就不同大皇兄说太多。说着还和大皇子行礼，可擦肩而过之后，2个人的脸都沉了下来。狗崽子，怕是他在老邓耳边说了什么，不然也不会把我叫来。老邓生的一群狗崽子，没一个省心的，烦死了，就不能先杀了吗？宿主，杀心过重，容易被判定黑化，小心被抹杀。而且，宿主你也是狗崽子中的一个呀。我觉得你还是掉线比较好，别气我。温眠殿，老邓还想给我下马威，这也真是太巧了。在我进来前，皇祖父才打坐。一个公主也想要查案，李青烟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。太上皇觉得什么人适合调查此案？是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大臣，还是大皇子，亦或者2皇子、3皇子？你放肆！太上皇莫要过于生气，您还想着立嫡立长呢，您造就的悲剧还没给您教训不成？你太上皇想要教训我，为何教训我？因为我不听你的话，还是戳到了你的痛处？太上皇，你想要大皇子点替我查案，是真的想要给大皇子立威，还是想找一个听你话的孩子查案，免得查出来你的过错，免得让活着的前任皇帝被世人诟病？来人，
把这个孽障抓住！呼啦啦进来一群人，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两方人马。怎么被我说中了不成？太上皇要想靠拜神洗干净心底的愧疚，还不如用你的命更合适一些。毕竟你活着就是那些被你伤害的人最痛苦的事情。快来人呐！叫太医！外面准备好的太医，哎呦，赶紧进去哦！哟，老邓准备的真齐全。我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老邓不说我两句？不对，这里有诈。说说今日做了什么呀？这和写罪己诏有什么区别？真绝了！呀，有区别。你现在不是皇帝，写了只能叫认错书。飞叉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系统啊？哎呀，别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生气老得快。不谢谢你，我现在才3岁。拆御书房这件事情，一，你答应我的可以拆2次；二，是你先算计我的，我才做的。你拆御书房，朕答应过，自然是记得，并非此事。这严肃的语气，李青烟听得直皱眉，不会是为了那老逼灯的事儿吧？今日我气那老太上皇，也是因为他无故找茬，找我去也不过是为了将我查的案子交给大皇子。要不是你生那么多狗崽子，能有这么多事情吗？太上皇没气死，不是这件事儿。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今天没做什么了。你为什么要拆神台呀？我又不信那个东西。你不是说过鬼神无用，唯信自己吗？是不信，可是不信归不信，有些供台莫要轻易动。下次我指责太上皇。啥呀？燕旭的眼睛瞪得老大，他听见什么了？他看看李眼，李眼摆摆手，让他不必惊慌。哎，别砸死了啊！他可不想史书上又多一个和他齐头并进的孽畜，只要不死，他就有法子给他小崽子遮掩。燕旭，我出宫后可不可以住在你那里呀？就算是查案，不也要回宫吗？不一定回宫。燕旭有点懵，李青烟耸耸肩，回宫多没意思呀。在外面那些人才敢对他动手。小崽子睡下了？睡下了，睡前还生气您不回去，不听陛下您给他唱歌，睡不着。毛病。陛下，小殿下的人已经安排进织造司，那姑娘有心气，是个厉害的。啊，公公，陛下已经走了好几个来回了，要不要劝一下？自从小殿下出门之后，皇上就在御书房里看书。嗨，说是看书，其实书都拿反了，那自己都没发现呢。陛下，这是刚泡好的白茶，您尝一尝。不错。小崽子出去多久了？小殿下出宫半个时辰了。陛下，小殿下年纪那么小，红雨和翠萍2个人哪里照顾得来呀？还要去查案子，要不然老奴……你这眼皮子浅的，他能出什么事？哭个什么呀？小殿下也没出宫几次，老奴放心不下呀。我不可以下去玩一会儿吗？不可，集市人多，鱼龙混杂，于您来说危险得很。等你睡着，我就在你脸上画2只兔子。没事，自己人，暗自备那帮暗卫。暗自备？那暗一可在？咦，红雨可还记得那天暗一脸上那顶着的8张印出现的，好几天都没消下去，导致暗一有一段日子都不敢回暗卫营。他不在，暗一如今属暗卫营教头，轻易不会出现。哦，可惜了没来，要不然我还得再打他几下。宿主，不至于吧？别忘了我差点被打胎了，险些还没出生我就死了。燕旭，燕旭，
少先生怎么来大将军府邸了？小殿下是不是忘记了？到了考察课业的时候。真不愧是我啊，选择了一个这么认真负责的老师。宿主，那时候我掉线了，没给你信息。邵玉珍这人吧，君子是君子，就是格外固执。虽说他认准了大皇子，但当了你了老师，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教你。你自求多福吧。虽说我热爱学习，可是，我眼光真好。我要查啊！喂，邵先生，邵玉珍。好的，邵先生。燕将军书房可以借用一下吗？小妹婚嫁前用的书房可以给殿下用，这边请。可是考得不好。没有，小殿下考得不错，都是甲等上。瞧着最近应当是没有懈怠过，臣给的课业也都完成了。邵玉珍办完自己想做的事儿，也就离开了，绝不多留。李青烟作为学生是要送到门口的，看着那个简单的马车咯啦哒咯啦哒咯啦哒走远，李青烟歪着脑袋看向燕旭。燕旭，邵先生真是个好奇怪的人。算了，连我自己的结局都不知道，猜旁人的做甚？燕旭，我要吃你上次做的那个肉糕。好。燕旭，我要查案的话，怎么也要找人帮忙。你可知谁查案有一手？也不知道李衍是怎么受得了他们的。他的暴君气场呢？前3世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杀人如麻。他现在有所顾忌。俺老登在位时，为了尽快稳固皇权，在新旧贵族之间搅浑水，看着暂时和谐了。可这群贵族之间盘根错节，如今势力庞大，要不是李衍有能力，换个人这位置都不一定稳。你是飞叉吗？你是不是升级了？飞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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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熄火了，闭麦了，不理他了。臣倒是不知道这些。鬼信你不知道，你可是李衍的一把手，你怕不是比情报阁知道的都多啊？不对，是不是李衍不让你帮我？别想糊弄我，李衍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燕旭老登被带坏了，居然一起坑我！唉，一个能执掌几十万大军的大将军，本身就不是傻老单纯的人吧？臣虽然不能做什么，可臣弟可是和那些小官员们混得很熟，谁好谁坏他最清楚不过。可是和燕旭有点矛盾，这么多年还是有点不和，他能帮我吗？帮个忙？不成，明日去白虎大营马场走走，你倒是能看见他。老邓，你等着！陛下，宴里那小子脾气倔得很，您让小殿下想办法治他，这能行吗？想要在朝中立足，除却文臣掌握在手里，最重要的就是军队。只有一员将领，没有其他人用，也是孤立无援。如果收复不来燕里，他呀，也不太适合与旁人争夺。小崽子非要出去住，是做什么呀？燕府哪里有公理舒适呀？小殿下，您看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满意，都很满意。燕旭将军的家底到底多大呀？那去库房看一看怎么样？不必。燕家在前朝也算是世家，多代所积累下的财富也是可观的，加上商铺生意和功勋封赏，多年来又增长了一些。燕旭，这么大的府邸是不是很无聊？燕旭，这么大的府邸，你一个人是不是很孤独？还好，有小殿下在，就不无聊。末将参见大将军。大将军，这位是？这是小殿下。末将参见小殿下。也不必跪着，你们起来，我是来找燕里的。
魏然将军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小殿下要找他，得往后面走。他天天在马场里和马打交道。多谢。一大一小走远了，魏然摸摸下巴，比我家那俩皮猴子好多了，还是闺女好啊，这多乖巧。魏将军，要是让嫂子听到你这话，怕是要生气了。你小子懂什么？都老实点巡逻去。是。燕婿，我可以养它吗？小殿下可想好啊，这匹小马就算是活下来，也比旁的马还小。想好了。那你们眼光真不好。军营里见到燕婿还这么嚣张的，也就是燕里了。燕婿，军规是不是有一条不敬上司可以打板子的？是的，小殿下。燕婿招了招手，让人过来押着燕里去打军棍。这话题转得太快了，李青烟都没接上燕里的话，反倒直接让人打他板子。这行事作风就不太像是求人办事儿哈，倒像是找茬儿。马场的其他士兵们打燕里的时候是一脸开心。严老弟，你说说你今天遇到个较真的了吧？忍着点啊，3军棍马上就好。快点儿！这一下听着就疼。不远处的李青烟抖了抖，听着就疼死了。燕婿，你弟弟不心疼？小殿下什么时候知道那是神的弟弟啊？小殿下打得好，家有家法，军有军规，他犯错就该打。你是哪家的女娃娃，居然能使唤燕婿那个混蛋打我，还……燕里看着李青烟向自己走过来，面露惊恐。做什么？你这孩子要干什么？啊！大将军，那孩子会不会把燕里弄死啊？哎呦喂，这叫声，他刚入军营被打了50鞭子都没喊一下，这孩子干啥了这是？无事，皮糙肉厚死不了。屋子里的李青烟拍拍手，拿着帕子把手上的药膏擦掉。燕里的脸上多了好几个巴掌印，那后背的伤口已经被药膏覆盖。李青烟坐在长凳子上，消停了。你这小娃娃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不会是燕婿的私生女吧？我叫李青烟，我爹叫李衍。难怪这个德行，黑芝麻汤圆生的小黑芝麻汤圆子，都是黑心眼的玩意儿。我又不认识这个小女娃娃，收拾我做什么？我来找你帮忙。帮忙？帮忙之前要先打人的吗？不求人就罢了，居然还要打人！天下哪有这样的王法？不对呀，这女娃娃的爹是李岩，那家伙就是王法。我也不想打你，但我爹说燕家2少爷顽固，总要吃点教训才行。好啊，那个黑芝麻汤圆子又来祸害我了。看他那咬牙切齿那样，李青烟心中结。成了，我家老邓还真是惹了不少人，不过还是有点用处的。咦，你这么算计李嫣，李嫣知道不知道？他不会知道的。唉，我才3岁，要查案子，如今连朝中官员谁是谁都分不清楚。听说你和那些年轻官员熟得很，能不能帮一帮我啊？什么？让你个3岁的娃娃查案子？那燕里，你可愿意帮我？燕里一拍床板就答应帮他，只是身上受伤，得休息2日才能回去。小殿下呀，咱们不要乱跑好不好？这吹了风，你要是头疼受凉了可怎么弄？赵太医，柳大夫去哪儿了？柳大夫医术很不错，我打算把他留在京城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是好事啊。刘老弟和我虽然非同宗同源的医术，可观念一样，有他在，我俩可以治更多的人。小楼里，李眼嫌弃地看着这粉红色的屋子。什么眼光啊，庸俗，难看。小崽子把燕里当成狗训了，还陷害朕。李眼说到这儿，自己都差点笑出声来。哎呀，小崽子睡得倒是熟啊，睡吧睡吧，往后你的麻烦事多着呢，小崽子。卯时正，小楼里响起脚步声，翠萍带着侍女们上了楼。
小殿下，该起来了。再睡一会儿。小殿下不妨说说，让我帮你什么忙？他还着急回马场去。自然是帮我打通一些关系。李青烟眯了眯眼。他除了查案之后，其实去过几次大理寺、刑部、吏部这3个地方。那些人呐，看上去对他恭恭敬敬，但是多有防备啊。还有更多的是看不上。一个3岁的娃娃，他懂什么呀？还查案？那不开玩笑呢吗？尤其是后宫里有些人不想让他出头，那些女人的娘家得给他使多少绊子呀？李青烟很清晰和燕里说完这些，燕里恨不得堵住自己的耳朵。我的妈，这是我不花钱就能听的吗？哎，小殿下，我可什么都没听到。听到了就听到了，你也改变不了事实。上了我的贼船你还想下来，想得美。此时的燕里恨不得咬舌自尽，那死了算了。他这是上了一条什么贼船呢？他还可怜这个小东西，这不是把自己卖给他了吗？果然，大黑芝麻汤圆的崽子就是个小黑芝麻汤圆。小殿下，我不参与朝堂的事情，我只是个养马的，以后是要回边疆养马的。送给小殿下一份大礼，这是半个月前的消息。小殿下那时候在病重之中。这人死就死了。燕里，你在户部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？我去户部走走，你去找朋友叙叙旧可好？这群妖魔鬼怪，老娘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招数。小殿下这边请，您是要找什么人的户籍？赵科此人的户籍你可知晓？哎呦，小殿下呀，这叫赵科的人，京城内里可有300余人，您这可怎么办？元安5年春闱科甲第7名，赵科。臣这就给您找。演戏真命苦啊，还得看这帮人糊弄我，我还要假装不知道。看着眼前的户籍，李青烟都懒得翻，直接让飞叉扫描。离谱！苏珠，他们把你当傻妞妞。能让我查到的东西，一定都是改过的。可以了，我们走吧。小殿下慢走。看着李青烟等人的背影离开户部，钱海一甩袖子：哼，黄毛小儿，来人，关门！方才我去找了从前的友人，还真有东西。他的好友是户部一小官员，说了这赵科的户籍的事儿。这户籍呀，他在翻找的时候发现有明显篡改过的痕迹，后来也悄悄查过。这事儿吧，和文成公有关系，也就没再追下去。一个小小7品官还要文成公出面，这也太过于兴师动众了吧。而且你那好友胆子真大，也不怕文成公知道是他说出来的后报复他。他可不怕，他是宁安伯的嫡幼子，宁安伯和文成公那可是多年的宿敌。嘿嘿，小殿下年纪小，不知道这2家从前闹得很热闹，要不是太上皇出面，只怕2家都要械斗了。反正现在时辰还早，李青烟直接去了文成公府邸。文成公，小殿下怎么想着来老臣这简陋的府邸了？您许久未上朝，病了也不见好，父皇很是担心，我便来看看你。多谢陛下，还惦记着我这个没用的东西。说着说着，哎呦，还要哭了。